你有没有发现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切换到消费降级模式，专注于存钱大业？为什么呢？其实答案很简单，兜里有钱才有安全感，才有底气过好日子。可如今的经济形势真的有点让人心慌，像坐滑梯一样往下滑，各种理财平台的利率也跳水式下降，存钱再靠老一套真的行不通了。今天的视频我就要带你跳出传统思维，告诉你一个小秘密，你的存款其实就像那只会下金蛋的鹅，但是如果只把它傻傻的放在银行，靠那点微薄的利率生金蛋，那可太可惜了。别担心，今天我会分享6个超有价值的投资方向，让你的鹅在未来10年为你下更多的金蛋。未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勇敢又聪明的自己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开始吧。1. 投资健康。在这个拼速度、抢时间的时代，健康似乎成了一项可有可无的奢侈品。很多人觉得趁年轻拼一把，熬夜刷剧、打游戏、加班赶进度成了他们生活的主旋律。毕竟年轻嘛，谁还没有点资本折腾？殊不知长期的睡眠不足和高压生活犹如一张巨大的隐形网，把健康慢慢拖垮。等到哪天你突然头昏脑胀、胃痛如绞，甚至站都站不稳了，才会感叹一句身体垮了。赚钱还有什么用？反观那些已经年过30的群体，生活中的矛盾更加突出，一边是工作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，一边是家庭的责任让他们无暇顾及自己。为了业绩，他们可以连续几天只睡5个小时，为了节省时间，午餐凑合一份泡面，晚餐靠外卖支撑。至于锻炼身体，那是想都不敢想的奢求。更有甚者，体检表上的脂肪肝、3高等警告被他们当成耳旁风，总觉得身体扛得住。直到某天，医院的检查单上写着癌症晚期或急性心梗几个字，才发现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。说到这里，或许你会想，这种问题在老年人中会不会更严重？答案是显而易见的。很多老年人一辈子过惯了节俭的日子，面对体检费用往往选择省一省，小病小痛自己扛着就过去了，甚至吃坏了肚子也觉得扔掉可惜，硬着头皮吃完，结果反而让健康问题雪上加霜。对于他们来说，健康的生活理念似乎始终停留在过去，觉得只要能吃饱穿暖就是幸福。然而身体不是铁打的，时间不会因为你的勤俭而对你手下留情。等到积攒了一辈子的存款都花在药物和治疗上时，才明白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许多年轻人也开始走上这条不归路，外卖自由、熬夜自由成了他们炫耀的资本，肆意挥霍着本该珍视的健康。殊不知，外卖高油高盐，长期食用不仅让身材发福，还可能引发各种慢性疾病。熬夜追剧打游戏，不仅让皮肤变差，黑眼圈加重，长期还会影响记忆力、免疫力，甚至让心脏承受巨大的压力。当然，并不是说我们应该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才算健康。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不难，只需要我们从日常的小事做起，比如减少外卖次数，多学几道家常菜，早点休息，不再熬夜到凌晨2、3点，利用工作间隙活动筋骨，避免久坐不动。这些看似简单的改变，却能在潜移默化中为我们的健康账户充值，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少一些疾病的烦恼。此外，定期体检也是保障健康的重要手段，尤其是那些年轻人，别以为身体好就可以忽略体检的重要性。健康问题有时候就像地震，平时毫无征兆，但一旦爆发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而对于中年和老年人来说，体检更是必须的，每年的基本筛查项目不能少，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增加一些专项检查，及时发现潜在问题，尽早采取措施。写到这里，不得不提到健康的投资观念。很多人觉得健身卡贵，有机食品贵，体检贵，
但实际上与生病后高昂的治疗费用相比，这些投资简直微不足道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你每年花几千块钱体检，能换来几十年的健康生活，这笔账怎么算都划得来。更何况，健康的生活方式还能让你精力更充沛，工作效率更高。从长远来看，这种投资完全是一种双赢。二、投资大脑。在这个节奏飞快的世界里，知识和技能就像一张万能通行证，只要紧握在手，便能从容应对各种挑战。然而，有趣的是，投资自己并非一件高大上的事情，而是一场从点滴积累到质变的旅程。想象一下，假如你花了几百块钱，买了一个在线课程，从最基础的零知识起步，3个月后，你竟然能完成一段漂亮的代码编写，甚至搭建一个简易的个人网站。这种成就感不仅提升了你的自信，更让你在求职市场上多了一份加分项。再比如，你用闲暇时间啃完了一本经典管理书籍，如《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》，书里的每一句箴言，或许当下未能完全消化，但当工作遇到瓶颈时，书中观点就像醍醐灌顶般为你指明方向。不仅如此，投资自己还可以是一场有趣的探索。你或许从未想过，参加一次行业的线下研讨会，会让你认识到原来隔壁同行的小张早就用 AI 技术优化了他公司 90% 的流程，而你却还在埋头用传统方式熬夜加班。于是你心中冒出一个念头，这方法我是不是也能试一试？新点子的产生，正是这场学习之旅的最大馈赠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投资自己还能为你带来跨界的惊喜。比如，有的人本来是个普通的设计师，但通过学习心理学，深刻理解用户需求，摇身一变成为产品经理。又或者，一个普通的烘焙爱好者，因为看了几本食品化学相关的书，最后开了一家爆火的创意甜品店。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，他们的共同点在于敢于尝试，勇于投资自己。当然，学习的形式也并非千篇一律，你可以选择参加一场昂贵的进修课程，也可以选择在家啃一本二手书，可以报名一场线上讲座，也可以走进图书馆，闻一闻书页的墨香。重要的不是形式，而是你是否愿意主动走出舒适圈，让自己的能力得到真正的增长。正如彼得·德鲁克所说，不学习的人在21世纪将无立足之地，这个道理既简单又扎心，却道出了所有人的焦虑和动力。然而，也并非每一次投资都立竿见影，你可能会因为学习一门新语言而焦头烂额，因为掌握一项新技能而无数次犯错。可要知道，成长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，所有的痛苦和努力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，以另一种方式反馈给你。试问，一个从未尝试过挑战的人，又怎会懂得成就的甜蜜？在这个过程中，最重要的是坚持。想想看，每天挤出30分钟学习新知识，1年后，你积累的时间将超过180个小时。这180小时，足以让你掌握一项全新的技能，甚至足以改变你的职业轨迹。最重要的是，这种积累是一种良性循环，你学得越多，就越想学；你掌握的技能越多，你的人生选项就越丰富。正所谓台上1分钟，台下10年功，所有表面的光鲜亮丽，背后都离不开投资自己的深厚积淀。有趣的是，投资自己还带有一种复利效应，它不像消费品那样用一次就没了，而是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为你创造价值。比如，你学会了理财知识，未来几年或许就能靠着这份技能轻松实现财富增值。你掌握了演讲技巧，下一次重要场合，你也许就是被全场瞩目的焦点。而这份收益，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都会让你倍感值得。最终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这世界上最稳健的投资，真的只有自己。哪怕大环境再糟糕，
外部经济在动荡，只要你有一技傍身，有不断学习的能力，便能在任何情况下立于不败之地。3、孩子教育投资。孩子的成长就像一棵树的成长，光有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阳光并不足够，关键还在于让树苗自由伸展，吸收养分。如果教育只是一味的追求分数和排名，就好比在树苗还未成型时，就不断为它强加负担，甚至试图用外力改变其自然生长的轨迹。这样的教育可能表面上看是成绩斐然，实际上却抑制了孩子内在的创造力与求知欲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常见到一些父母为了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，忙不迭地为他们安排各式各样的培训班，钢琴、美术、奥数，甚至连情商课都安排得满满当当。孩子们没有喘息的机会，每天在课程之间疲于奔命，俨然一副小大人的模样。然而，这样的模式真的能帮助孩子找到属于他们的热爱和未来吗？真正的教育投资并不是通过外力为孩子贴标签，而是要带他们体验不同的风景，认识更广阔的世界。教育的目标不是培养机械化的学霸，而是帮助孩子找到真正的兴趣所在。兴趣是孩子内心深处最本质的动力，兴趣是激发他们无限潜能的钥匙。曾经有一个家庭，父母并不认为兴趣班是孩子成长的唯一途径，而是注重陪伴孩子去尝试不同的事物。寒假期间，他们没有给孩子报任何补习班，而是一起去大山深处露营。那次露营，孩子学会了搭帐篷、烧柴火，甚至在雨夜里经历了帐篷漏水的惊险一刻。回到城市后，孩子不仅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，还主动开始研究植物的生长规律。在学校的科学课上，这位孩子因深入的理解和独到的见解，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交口称赞。还有一些父母选择支持孩子独自去探险。一位初中生在父母的鼓励下，独自参加了一次海岛求生夏令营。在夏令营里，他和其他孩子一起在荒岛上学习生存技能，体验团队合作的意义。虽然回来的时候皮肤晒黑了一圈，但他的自信心显然比之前提升了很多。在一次家庭聚会中，他兴高采烈地分享了自己的冒险经历，并从中悟出了很多关于责任、合作和勇气的道理。教育投资并不局限于户外体验，阅读同样是一扇通往广阔世界的大门。一本书能带孩子穿越时空，感受不同的文化与思想。某位家长发现孩子对古希腊神话故事感兴趣，便陪他一起阅读《奥德赛》。孩子在故事中发现了冒险的魅力，也激发了对历史和文学的热爱。从那以后，他对任何涉及文化和艺术的活动都充满热情，甚至有了自己的创作梦想。我们必须认识到，教育的本质不在于强迫孩子成为别人眼中的成功者，而是引导他们成为最好的自己。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，他们的兴趣与天赋需要在自由探索中自然显现。家长的角色不是施压的裁判，而是给予支持与引导的陪伴者，帮助孩子打开一扇扇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，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发现问题，解决问题，这才是对他们未来真正有意义的投资。4、投资亲情。亲情是生命中最不可或缺的存在，可在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常常忘了停下脚步，去关心那些默默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。想一想，上一次与父母聊心事是什么时候？上一次牵孩子的手，和伴侣散步又是在什么时候？时间是无情的，从来不会为任何人停留，稍不注意，那些美好的瞬间就悄然流逝，留下的只有遗憾。想要弥补这些遗憾，我们需要学会投资亲情。这里的投资可不是单纯的金钱投入，而是花费时间、精力去经营和呵护这段关系。每年拿出一部分存款，计划一场家庭旅行，是一件极其值得的事情。旅行中风景再美，也比不上家人的欢声笑语动人。
一家人一起爬山、看海、拍照留念，那些时刻的温暖足以融化生活的所有压力和苦涩。想想当孩子在沙滩上堆沙堡时，你陪在一旁，父母在夕阳下依偎着，镜头定格的画面就像一部温情电影，感人至深。这不仅是一场旅行，更是一次修复亲情、重塑家庭纽带的机会。当然，亲情的投资不仅仅局限于旅行，一年到头，哪怕只有几次家庭聚会，也是弥足珍贵的时光。在厨房里帮母亲摘菜，在客厅陪父亲下棋，餐桌上举杯庆祝彼此的成就，哪怕只是分享一碗热腾腾的家常菜，这些细碎的片段却能拼凑出生活的甜美回忆。家庭聚会的意义，从来都不是奢华的排场，而是家人齐聚时那份不言而喻的默契和深情。令人心酸的是，很多人不懂得珍惜这些机会，总想着以后再说，等忙完了再陪家人，可等到真正有空时，可能身边已经少了某些熟悉的面孔。有人说，亲情如春水，流淌不止，也有人说，亲情如镜，摔碎了难以修复。与其等到失去时才追悔莫及，不如在当下主动拥抱它。更深层次来看，投资亲情实际上是在为生活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。人生难免风雨，有家人在身边时，再大的困难都会变得微不足道。比如事业受挫时，有父母温柔的鼓励，内心便多了一份力量；身体疲惫时，有伴侣递上的一杯热茶，烦躁的情绪也会随之缓解。家人之间的支持是无价的，它不仅能驱散生活的阴霾，更能让人有勇气直面人生的挑战。至于如何真正践行投资亲情，首先需要我们改变观念，意识到亲情的重要性。其次，就是学会放慢节奏，抽出时间陪伴家人。许多人以为忙碌是对家庭的责任，其实真正的责任是用心经营彼此之间的关系。那些积累在岁月里的情感，终将会成为最温暖的记忆。5. 眼界认知。世界如此之大，何不趁年轻去走走看看？说到旅行，许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太费钱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。一场有意义的旅行，并不需要奢华的酒店和精致的餐厅。背上行囊，选择一个从未去过的小镇，或者参加一场陌生的文化活动，你会发现，每一次未知的探索都是对自己固有认知的一次冲击。比如，那些曾经只在书本上见过的戈壁滩，原来有着不一样的壮丽与荒凉。而你第一次尝试徒步挑战时，体力耗尽的疲惫感会让你体会到坚持的意义。记得一个朋友曾去青海湖跑了一次马拉松，从起初的兴奋到最后的筋疲力尽，他不仅完成了赛程，更收获了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和对自己的全新认识。旅行的意义不仅在于走了多远，而是看到了什么，感受了什么。与其说是一场身体的移动，不如说是一次心灵的蜕变。你可能会在异国街头迷失方向，但却因此邂逅了一段奇妙的缘分。或许你会在独自攀登山峰时恐惧，但当你站在山顶俯瞰时，那种豁然开朗的心情会让你明白，所谓风景在远方，正是这份经历本身的馈赠。更重要的是，在旅行中，你会遇到许多形形色色的人，听他们的故事，看他们的生活方式，逐渐发现原来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不同的选择和可能性。如果说旅行是用脚步丈量世界，那么阅读便是用心灵触碰历史和思想。一本好书就像一位睿智的老朋友，在你迷茫时给你指引方向，在你懈怠时激励你奋进。特别是在经济下行的时期，我们更需要通过阅读来积蓄力量，为未来做出清晰的规划。一位作家曾说过，人生所有的问题，书中都有答案。阅读不仅是获取知识的工具，更是拓宽视野、塑造人格的利器。比如，当你翻开一本关于古文明的书籍，你会对人类的智慧感到由衷敬佩；当你阅读一位创业者的自传，
你会发现每一次失败背后都隐藏着成功的种子。旅行和阅读的共同点在于，它们都能让你跳脱日常琐碎的束缚，看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。而更难得的是，他们会培养出一种包容和开放的心态，你会学会以不同的视角看待问题，理解那些与你截然不同的观点和生活方式。这种认知上的提升，不仅让人更有底气面对生活中的挑战，也能帮助我们在复杂多变的社会中保持清醒。比如，当经济环境不景气时，有些人选择抱怨，但那些善于反思并主动行动的人，却能从困境中找到新机会。这正是旅行和阅读赋予我们的重要能力，看清本质，找到突破口。人生的精彩往往就在一次次的尝试中被点燃。你不需要成为一个旅行博主或是文学专家，只需用心去体验，用脑去思考。或许下一次，你会在一趟火车旅行中重新定义幸福，或者因为一本书彻底改变职业方向。6. 投资保险。其实，说起保险，不少人第一反应是这不就是骗钱的东西吗？但仔细想想，保险的本质是什么？它不是用来赚钱的，而是用来分担风险的。风险这种东西就像空气，看不见摸不着，却无处不在。就拿最常见的健康问题来说，一场大病足够让一个普通家庭倾家荡产。这时候，如果你有一份靠谱的健康保险，就等于是有了一个保护伞，帮你挡住了这场倾盆大雨。先来说个真实故事。一位朋友的父亲几年前突发脑溢血，治疗费用高达几十万。当时家里存款有限，全靠一份购买多年的商业健康保险承担了大部分费用。这事儿让朋友彻底改变了对保险的看法。他说，以前总觉得买保险是给别人送钱，现在才知道，这是救命钱。这个故事可能正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的缩影。风险来临时，保险不是让你发大财，而是让你不至于一无所有。当然，有人会觉得保险每年交那么多钱，却看不到什么实实在在的回报，这不是浪费吗？但问题是，保险本来就不是投资，而是保命符。你不生病，不出事，它就是一份安心。万一真有个什么意外，它就是最后一道防线。特别是在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，失业、创业失败、中年返贫，这些风险成了压在普通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而保险的存在，就是让你多一份底气。再说说保险的种类，健康保险和人寿保险几乎是每个家庭的标配。健康保险可以覆盖大部分医疗费用，解决看病贵的难题，而人寿保险则是在你离开后，给家人留下一份保障。除此之外，意外伤害保险也是必备的神器，毕竟天有不测风云，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永远平安无事。配置这些保险，不是为了炫耀什么，而是对家人负责，对未来负责。有人说，中年人的苦，除了房贷、孩子、事业，还有就是生病。这话真没错。大多数中年人，上有老下有小，稍有不慎，就会陷入因病致贫的困境。以中国的数据为例，因病致贫返贫的家庭比例在所有贫困家庭中占了不小的比重。如果没有保险，你存的那些钱真的能扛住一场大病的开销吗？这就是保险的价值所在。你希望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未来不确定风险下的最大保障。当然，买保险也要讲究方法，并不是所有的保险都适合所有人。有些保险看着保费低，但保障范围有限，有些则是高端产品，普通人根本用不上。选择保险时，最重要的是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，比如收入水平、家庭结构、健康状况等。你可以从基础的健康保险开始，再逐步增加其他类型的保障。记住，不用追求高大上，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除此之外，保险也是一种家庭财务管理的体现。我们常说理财，其实保险就是理财的一部分。合理规划家庭的收入和支出，把一部分资金用来购买保险，
等于是在未雨绸缪。它让你在面对风险时不会束手无策。就像朋友说的，保险不是为今天准备的，而是为明天的自己和家人准备的。总之，保险并不是万能的，但它却是生活的安全垫。它不能阻止风险发生，却可以让你在风险面前站得更稳。对于普通家庭来说，拥有一份全面的保险计划，就像在经济下行的大浪中抓住一根救命稻草。有人说，10年后的你会感谢现在的自己，这句话用在保险上再合适不过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希望这6个方向能给你一点启发，让你明白存款不仅是存着保值，更是可以通过聪明的投资让它真正下金蛋。记住，无论是投资健康、大脑、孩子教育、亲情、眼界认知，还是保险，这些都是为未来铺路的选择。人生每一步都很重要，稳扎稳打，提前规划，才能让你的财富和生活双赢。最后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第一时间获取更多财富知识。觉得有用的话，帮我点个赞，转发给身边的朋友，咱们一起学习成长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建议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